Hello， 大家好，我是爱种菜的洗小厨。之前呢发布过2期关于佛手瓜种植和田间管理，包括了如何搭架子、修剪施肥这样的影片。由于佛手瓜是多年生的，在很多地区呢都是可以种一次吃很多年的。所以今天呢我要继续分享佛手瓜都采收完了之后要怎样修剪、怎样追肥，然后让它安全越冬，好保留到来年春天继续生长结瓜。然后呢我还会分享采收下来吃不完的佛手瓜要怎样储存，怎样留种催芽，过了冬之后还可以再种。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看怎样修剪采收后的佛手瓜的枝蔓吧。为了越冬的修剪，在温带地区，气温在20度左右，地温约15摄氏度时，佛手瓜的生长速度非常快，并且植株健壮。而在温度低于15摄氏度时，生长就开始变慢。在日平均温度低于5摄氏度时呢，生长就几乎停止了。佛手瓜的耐寒能力并不是很强，地上部分的枝蔓遇到霜冻就会枯萎死亡。相比于地上的枝蔓，地下部分能较耐寒一些，在土壤不冻结的情况下，就可以安全越冬。第2年春天时呢，就能够再次萌发生长。所以在温度不低于0摄氏度的地区，佛手瓜过冬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下面我就来分享我的佛手瓜怎样过冬。这段时间的温度大部分日子是在5到15摄氏度了，地上部分的枝蔓已经停止生长，并且开始枯萎了。这时候需要把这些枝蔓的大部分都剪除掉。在剪除之前，先来看看枝上还有没有佛手瓜吧。有个小小的，很嫩，但是这个温度肯定是不会再长了。现在就让我来剪掉这些枝蔓吧。剪到这个程度，地面上大部分枝蔓都剪掉了，剩下的这些靠近地面的，要留一段老的主蔓。一般呢，生长了多年的佛手瓜植株的主蔓是可以留到最长2米的，这样上面的芽点会多一些。但是我这个是才刚刚1年的瓜藤，主蔓也不是很老，再生能力还是很强的。你们看看这个主蔓靠近地面的部分刚开始半木质化，如果是很多年的佛手瓜主蔓，这部分就已经是木质化的了。那么这个蔓的长度呢，就要留得更长一些，发芽的芽点才多。但是我这一棵不用那么长，这上面已经有很多芽点了，而且还有这几根子蔓看起来是新发出来的，应该是秋末时发出的。这几根我也先留下，如果今年是暖冬的话，它们应该是有机会活得很好的。清理一下周围的枯枝烂叶，然后就可以追肥了。越冬施肥要选择有机肥，我选择用一些腐熟好的羊粪。羊粪剩的不多了，这些不够，我再放一些腐熟好的堆肥土。堆肥土可以用平时的厨余和花园废料自己堆肥，也可以买现成的。想了解更多堆肥方法和知识的朋友，可以在文字说明里找到我之前发的关于各种堆肥的视频链接，帮助你做出正确的堆肥。追肥工作做好之后，我再来检测一下土壤的酸碱值。虽然佛手瓜对土壤的酸碱值要求并不严格，一般中性至微酸性的土壤都可以，在5到 7.5 之间都能够生长得不错。但是过冬之前我还是习惯检测一下，确保不要偏差太多。现在的 pH 值是 6.0， 数值还不错。我们这里冬季多雨，天气预报说明天会下雨，连下好几天，所以我就不浇水了。像我们墨尔本地区呢，冬季最低温度是会达到0摄氏度左右的，
这个冬季的温度呢，可以说是佛手瓜可以顺利过冬的最低要求了。但是为了避免一旦达到0度霜冻时对地下的冻害，我今年还是对佛手瓜采取一些保护措施。我要在这土层上面覆盖一层 sugar cane mulch， 就是甘蔗渣覆盖物。当然，你也可以使用干稻草之类的。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给地下部分保温保湿。另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能防止蜗牛和鼻涕虫。这样铺好了之后，在我们这里冬季过冬就没问题了。要是在比我这里更冷的地方，要想更保暖，你还可以增加铺的干草的厚度，把留的主蔓覆盖住也没问题。还可以在干草上面再覆盖一层塑料地膜，那样就更保暖了。等春暖的时候再揭掉，佛手瓜的主蔓就能够继续发芽生长。但是在冬季温度达到零下10几摄氏度甚至零下20几度的地方，土层会冻结，那么佛手瓜呢就不可能再过冬生长了，它就只能作为1年生的植物，需要每年春天重新种植。这样的话，可以用我们秋天时采收的佛手瓜进行留种种植。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如何对佛手瓜进行储存和留种吧。储存和留种的方法。要留种，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怎样选择种瓜。选择种瓜呢，要选择外形好看端正、成熟度高、果皮没有破损、没有腐烂和开裂、个头比较大、比较肥壮的。怎样判定成熟度高呢？主要是果皮比较光滑，如果是绿色的瓜，绿色颜色较浅，然后看外形好看的、端正的。最重要的是果皮上没有破损、腐烂或开裂的。像这样的开裂了就不太好，而这种呢就非常好了，个头也很大，成熟度也很高，果皮光滑，颜色浅。你看我这是放了2个月，已经发芽了。储存和催芽。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佛手瓜怎样先保存，然后再催芽。佛手瓜里面的种子没有种皮，不能单独把种子取出来种植，而且它的发芽方法属于胎蒙。什么是胎蒙呢？就是它的种子不像其他种子一样有休眠期，它是没有休眠期的。瓜长成熟了，里面的种子就直接进入下一步阶段，也就是开始萌发了。所以对于佛手瓜的储存来说，要想储存的时间长，就要想办法来减慢它种子萌发的速度。不管是要存下来吃也好，还是要存到来年春天再种也好，储存的方式就是让它减缓新陈代谢，放慢萌发的速度。之前在种植佛手瓜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温度低于15摄氏度时，佛手瓜就生长缓慢了。所以呢，我们可以把摘下来的佛手瓜放到比较透气的纸盒箱里，然后将纸盒箱盖好，放到7到10摄氏度的室内保存。比如可以放到车库里，一直可以储存到准备栽种时的1、2个月之前。比如在北半球呢，在比较温暖的地方，可以等到清明前后再拿出来催芽。有的瓜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自己就开始出芽了。在比较冷的地方呢，可以更早的拿出来催芽，比如2、3月份的时候就可以拿到室内开始催芽了。而在南半球呢，像在澳洲或者新西兰，一般是4、5月份采收佛手瓜。像第1年种的佛手瓜呢，会稍微晚一些结瓜，大约5月份才开始采收。第2年以上的佛手瓜呢，一般会早一些，4月份就能采收了。这些4、5月份就采收的佛手瓜呢，如果要留种的话，可以按照刚才我说的装到纸盒箱里，放到7到10摄氏度的地方保存，然后等到7月份再拿出来开始催芽。佛手瓜催芽呢，其实很简单，就直接放到室内15到20摄氏度的温度里，不能温度太高，温度太高呢，虽然长得快，但是苗不壮。我一般的室温就是17摄氏度左右，这个温度长得非常好。等到有芽发出时啊，就说明催芽成功了。我是这样放到窗边，大概1个月左右就可以出芽了。
等到像这样有芽发出的时候，就说明催芽成功了。然后就可以找个花盆，把佛手瓜这样整颗的放在花盆里，这样平着放就可以。因为从这里出来的芽，首先会冒出的是向上生长的枝蔓，但是同时在同一个位置，它的旁边这个白色的小点，看这里也有这个白色的小点，这些白色的小点呢就是根芽，所以同一个位置既发出了向上长的枝蔓，也同时会长出根，所以我们就平着这样的坐在花盆里就好。为了移栽时方便呢，还可以在花盆里先套上一个塑料袋子，然后再放土，这样移栽的时候呢比较容易拿出来，不会损伤根部。放入花盆中之后，它会很快的长苗长根，等到室外温度达到15摄氏度左右时，就可以移栽出去了。下面呢，我再来给大家看一个，如果储存时不放到室内较低的温度，而是直接放到17度的室温里会怎么样？就像我手上的这颗，它就是5月份的时候摘下来，然后放在菜筐里忘记了，并没有放到纸盒箱里，放到7到10度的地方保存。虽然这个瓜很嫩，但是在17度的室温里呢，它很快就发芽了。它现在是不但发芽了，而且它的蔓已经长到半米多长了。这种情况下呢，我要是直接发芽的时候就种到花盆里，那么它就会直接长根了。在这个小舌头上面呢，这些浅黄色的小凸起呢，就是长根的根芽。如果那个时候发芽了，我就种到花盆里呢，见到土长出根须，然后上面的枝蔓也会长得非常快，那么就会在冬季最冷的月份里长到室内装不下的程度。那么外面还很冷，如果移栽出去呢，就很容易受冻害、冻伤或冻死；不移栽出去呢，室内又放不下了。这种情况下呢，我就要想办法拖延它的生长速度。所以即使是发芽了，我也没有马上栽种到花盆里，而是放到了有一部分散射光的窗边上。这样放的佛手瓜呢，现在其实是一直只依靠瓜体自身的营养物质来供给瓜苗的生长和发育，所以它长出的苗呢，并没有长出叶子，但是小叶芽已经在这蓄势待发了。而根部呢，没有见到土，并没有直接长出根须来。这样一来，一旦见到土和阳光，它们就会立刻长根长叶子，很快就会长得很大了。这个从发芽到现在呢，已经将近2个月了。也就是说，我用这种方法拖延了近2个月的时间。现在呢，我这里算是冬末，快要早春了。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把它种到花盆里了。这样等下个月就可以移栽出去了。佛手瓜修剪、过冬、留种、催芽，你们会了吗？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继续订阅、关注习小厨和他的菜园子，并且欢迎点赞转发。每周定期更新的家庭种植分享等待着你哦。好了，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咱们下一期再见。